今天能不能不喝药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赶紧的。苦啊，张嘴，乖。姑娘，你照顾这位公子已经半个月了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我是不记得我叫什么，但是嘛，我记得你的手，每天都是温的。行了，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该想想回哪里去了。你就这么想让我走？你不属于这里。姑娘，院门外面来了几辆马车。就是这儿。回夫人，少爷半月前被人救起，一直在此处养伤。你就是救我儿子的人？民女沈清河，见过夫人。沈家？哪个沈家？明州沈氏。是沈家庶出的三姑娘，生母早亡，在沈家不受待见。哼，庶女。凯儿，你是谁？你既救了他，侯府定不会亏欠你。这是100两黄金，夫人赏的。夫人，民女救人并非图财。我没问你图什么。她是永宁侯府嫡子，日后的正妻，是门当户对的世家嫡女。你一个庶女，没资格站在她正室的位子上。这钱你收下，从今日起跟在她身边做个妾室，伺候她。她不是下人。你连自己母亲都不认得，你知道什么？明早侯府的车来接人，收拾好你的东西。呸！这侯府也太欺人了，救人一场，到头来只给100两黄金，还要让你委屈做妾。不必多说。清河，我不要你做妾，相信我。想了一夜，可想明白了？沈姑娘，夫人仁慈，给你一条生路。区区庶女能入侯府做少爷妾室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我家姑娘救了江少爷性命，不是为了做妾。命是你救的，钱财我付了，名分我也给了，你没有拒绝的资格。这100两黄金我收下，算你识时务，即刻收拾，随我回府。金子我收，是抵我半月不眠不休拼死救人的辛劳恩情，但侯府妾室，我沈清河不做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一介无依无靠的庶女，舍弃侯府庇护，你往后如何立足？我救她，凭的是本心，不是攀附权贵，更不是为了换一个卑微妾位。我不要施舍来的名分，不要委曲求全的依附。凯儿，这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来说，你要如何安置他？既如此，此事便定了。入府之后，安分守己，既往不咎。不必了，黄金收下，恩情两清。今日你母子以银钱买断情分，以门第折我真心。从这刻起，我与江俊凯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清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记不起来，我不清楚。记不清是假，不敢争是真。你沉默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。姑娘，我只收我救人该得的酬劳，不收侯府的施舍名分。清河，清河，站住！不过一个乡下庶女，给她脸面她不要，何须你低三下四？没有她，您儿子都不在了。少爷，您是侯府嫡子，他配不上您，更配不上侯府。可他日日给我熬药，守着我，护着我。那些不过是卑贱讨好的手段，100两黄金已算厚待。他不识抬举，是他自己错失机缘。即刻随我回府休养，莫要再为此等人分心。姑娘，您明明那般真心待他，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，太不值了。没有值不值，我救人是本心，断情是自尊。我收了黄金，恩情了结，从此两清，一身轻松。可江少爷他明明也舍不得您，只是不敢反抗侯夫人。
不敢便是不爱。心里若真有我，纵使记忆不全，也绝不会默认他人折我尊严。清河，我日后定会再来找你。不必，公子前路锦绣，我山野孤女，从此各行其道。走吧。姑娘，这些东西还要留着吗？全部丢掉吧。姑娘，您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？难过一时，难堪一世。我沈清河不靠情爱立足，不靠权贵立身，我有医术在手，便可自给自足，安稳度日。姑娘，今日咱们往深处走一走吧，深处多珍稀药材。小心些，深山路险。姑娘，这里怎么有血腥味？姑娘，是人！姑娘，别过去，这人一身伤，身上还带着刀，不是寻常人。还有气。上回救那个江少爷，救来救去，救出一肚子委屈，这回又救，万一是歹人呢？上回受的委屈是人心的账，我是大夫，眼前有人要死，我不救，那是我的账。别愣着，去溪边打水来。别动，伤口有感染，我给你上药。姑娘，这人手上有茧，虎口全是旧伤，像是常年握刀的人。管他握刀还是握笔，先把命留住。你是谁？救你命的人。少说话，你失血太多。姑娘，他也太沉了，咱们要不要去找个村民帮忙？不找，他身上的伤是刀伤，声张出去，对他对我们都不安全。又是救人，又是藏人，姑娘您上辈子欠了全天下人的命吗？少抱怨，快走！天黑前必须到家，他需要2次用药。姑娘，他到底什么身份？衣料是上等蚕丝，腰间还有块令牌，被血糊住了，看不清字。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问的别问，治好他的伤，送他走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夜我守着他，你去歇歇。姑娘，上回您就是这么守江公爷的。上回是上回，这回他只是我的病人。松手！你后背3道刀伤，再用力，伤口会崩开。这是哪儿？我家。你昏在深山，我救的你。谁派你来的？没人派我，我是大夫，路过见你快死了，顺手救的。姑娘，他醒了。水放下，出去。可是姑娘，出去。翻身，我检查伤口。你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？带丫鬟2个人。翻身。你叫什么？一个乡野大夫，名字不重要。救了我的命，连名字都不肯说。我不问你是谁，你也不必知道我是谁。伤好了，你走你的路。你不怕我？你现在连翻身都费劲，我怕你什么？姑娘，这人手上全是茧，眼神跟刀子似的，万一是杀人的？杀人的不会被人追杀到半死还不弃刀，他是有人要他命，不是他要别人命。您怎么就这么笃定？他醒来第一件事是问这是哪儿，不是拔刀，身上带伤还强撑坐起，脊背挺直，这是风骨，不是匪气。上回那位江少爷，姑娘也说他不是坏人。他不是坏人，只是懦夫，这个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治好就走，没有不一样。永宁侯府的东西在一个乡野女子手中，她说她谁都不攀附。那这笔金子是怎么来的？娘，我记起来了，他救我的时候，衣裳上全是我的血，3天3夜没合眼。所以呢，100两黄金不够。我不该沉默，他问我要一句话，我没给。你给了又如何？一个庶女攀上侯府，
他那半月殷勤不过是在赌，赌赢了飞上枝头，赌输了拿钱走人。你看他走的时候，金子可曾落下1两？金子他收得干脆利索，说明他心里有数。是他不识抬举，不是你对不起他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再提便是丢侯府的脸。少爷，夫人说的对，您好好养病。你粘药的手法不像乡野自学的。少说话，张嘴喝药。苦。姑娘，院门来了人，穿沈家的衣裳。沈家？跟你无关，躺着别动。三姑娘，好大的架子，让我们一路从明州赶到这穷乡僻壤。谁让你来的？夫人让我来的。侯府纳妾，天大的光脉，你竟敢推拒！夫人说你丢尽了沈家的脸，命你即刻回府听候发落。沈家什么时候管过我家姑娘？6岁丢到乡下，10年不闻不问，如今倒来摆主家的谱了。一个丫鬟也敢插嘴！三姑娘，管好你的下人。王管事，回去告诉沈家，把我丢到乡野那日起，我的生死荣辱便与沈家再无关系。你叫男人什么？没大没小！夫人说了，你若不回，便断了每年那点供给银子，往后1文钱也别想从沈家拿到。那点银子6年前就断了。三姑娘，您好歹是沈家的血脉，夫人让您回去是给您机会。我沈清河有手有数，不需要谁给机会。今日你们走出这道门，日后沈家的人不必再来。好，好，三姑娘硬气。那往后你在外头出了什么事儿，别说自己姓沈。我从未靠这个姓活过1天。姑娘，把门关上。伤口该换药了，翻身。你的手在抖。碾药碾多了，翻身。他连姓都不要了，也不肯低头。三姑娘，夫人的话你不听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能硬气到几时。我说过，沈家的人不必再来。不必再来。行，临走之前替夫人把话带到。你干什么？夫人说了，你不回沈家，往后就别打着沈家的名号行医问诊。这些破草烂药，配得上沈家的脸面吗？住手！一个庶女，侯府的妾不做，沈家的话不听，在这穷地方摆弄草药，还当自己是个人物，滚出去！我家姑娘的东西你们也敢碰？姑娘，三姑娘，夫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认错，跟我回明州，否则今日这院子里的东西一样不留。你敢！你谁？是你踢翻的药罐，关你什么事？这是沈家的家事。我再问一遍，药罐是你踢的？王管事，这人不对劲儿。草药是你采的？再说一句家事，我把你的腿折了，让你自己爬回明州。你知道我们是沈家的人吗？我不管你是谁家的人。啊！带上你的人，滚！你等着！随时恭候。姑娘，我没事，别动，回屋我给你上药。伤口崩开了，我说过不许乱动。皮肉伤。进屋换药。往后这种事不用你自己扛，我再一日，无人可欺你。先进屋，你再流血，我的药又得多费1份。这个人跟江少爷不一样。
他什么都不记的时候都不敢开口。这个人伤口裂开了，还站在姑娘前面。少爷，打探清楚了，沈姑娘仍住在原来的院子里，没有离开。她过得怎样？独自行医，日子清苦。院中药罐碎了不少。听村民说，前几日沈家派人闹过一场。沈家的人去找他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院中似乎住了一个外人，是个男子，身份不详。那个男人什么来路？探不到，村民只说受了重伤，是沈姑娘从山里救回来的。你派铁撇三公使去乡下打探那个女人的消息，当我不知道？娘，我够了！我问你，宫里赐下的婚纸你看了没有？什么婚纸？礼部侍郎嫡女陈家三小姐，皇上亲自赐婚，旨意3日后到府。你是要抗旨，还是要为一个庶女丢掉侯府满门性命？娘，这件事能不能缓一缓？缓？你告诉我怎么缓？你父亲在朝中根基不稳，这桩婚事是侯府往后10年的依仗，你要为了一个乡下妇女毁掉全家？少爷，夫人为了这桩婚事筹谋数月，您不能再任性了。从今日起，诏安撤去外差，你的人不许离府半步。3日后，陈家来人相看，你给我规规矩矩的坐在这里。说谎！是。姑娘，她后背的伤还没好利索，怎么又不躺着？拦不住。您倒是管管她呀！她又不是3岁小孩。你原来那把断了。还行。明天要进山采药，我跟你去。你伤没好。背东西不用后背。说不过他。姑娘嘴上不说，可这几天笑的次数比过去半年都多。恢复的不错，再有5、6日，伤口就能合拢。合拢之后呢？合拢之后，你就能走了。你想让我走？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如果我不想走呢？药渣我去倒了，你早点睡。姑娘，有人来了。清河，连扣，把这捆黄芪搬进去。清河，看看我。江公子，记忆恢复了？全想起来了。你3天3夜没合眼，我身上的血渗透了你的衣裳，你每日给我煎药换药。我问的是你记不记得路，记得就原路回去。那天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沉默，不该让母亲那样对你。松手！你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别这样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江俊凯，你娘说的对，100两黄金，钱货2清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接你回去。这次不是做妾，我会求娘。你求得动吗？江少爷，上回你娘逼姑娘做妾，你一个字没说。连桥姑娘，少爷。清河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走吧。你是谁？药熬好了，该喝了。
进去吧。少爷，这人就是住在院中的那个男人。江少爷，姑娘说的话不会说第二遍，您请回吧。沈清河，你出来！他是谁？与你无关。你让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住在你屋里，就与我无关？江俊凯，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我院中住谁，不需要向你交代。我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收留别的男人。江少爷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家姑娘？我问他。我是大夫，救人是我的本分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？我没资格，我在侯府日日想着怎么回来找你，你倒好。够了，他说了与你无关，你听不懂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。你和他之间没有事。少爷，他救你的时候，你娘逼他做妾，他等你一句话，你沉默。如今你站在这里质问他薄情，那是我。你不敢护的人，别拦着别人护。你以为你能护他一辈子？用不着你操心。清河，我不会放弃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不必来了，江公子，你回你的侯府，娶你门当户对的正妻。我这乡野之地，容不下侯府的排场。唉，总算走了。吓着你了？没有。手还抖。回屋，药该凉了。姑娘的耳朵红透了。就是他，救了侯府公公子不嫁，转头就跟野男人住一块儿。不要脸！侯府的妾都看不上，谁知道那男人给了他什么好处？沈姑娘，听说你那院子里住的男人来路不明啊！你一个姑娘家，不怕坏了名声？走。看见没？心虚了，话都不敢接。沈姑娘，我家孩子的药，往后不劳你费心了。孩子的咳症还没断根，药不能停。谁知道你那药里掺了什么？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我可不敢让她碰我孩子。就是，沈家都不认你了，你还有脸在这儿行医？我家姑娘救了多少人的命？你们凭几句闲话就……救命！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？侯府那么好的去处她不去，偏要留在这儿跟来路不明的男人厮混。药，他给你孩子用的什么方子？关你什么？川贝枇杷饮，3剂一疗程。你孩子吃了2剂，咳症已减70%，第3剂断了，入秋必复发。信谣言，还是信你孩子的命？自己选。姑娘，这些人太过分了！这帮人在背后嚼舌根，咱们去找他对峙。我的医术是真的，治好的人是真的，几句流言毁不了真本事。你不动手，我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查清楚谁在传，从根上断。你伤还没好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
侯夫人怎么说？夫人说那庶女不识抬举，丢了侯府颜面。若柳夫人能替侯府出这口气，日后沈家在京中的生意，侯府可以照付一二。哼，好，一个庶女，还真以为断了沈家就能活？夫人的意思是，光油盐不够，要让她在乡里彻底待不下去。沈姑娘，你那药铺子趁早关了吧！谁敢吃你的药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就是跟来路不明的男人混杂在一处，谁知道你安什么心？你们不必。我可听说了，沈家都登门要人了，你死赖着不回去，就是为了跟那个野男人，可不是吗？连亲爹的家都不敢回，指定做了亏心事儿。往后谁家孩子敢找你看病，我第一个去砸他家门。诸位，且慢走。你谁呀？我是隔壁镇药铺的伙计阿福。前些日子有人出银子让我来这儿散话，说沈姑娘不守妇道，我照做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明州沈家主母柳氏派人送来的银票底单，上面有沈家印信。他花了30两银子买通我和村里3个人，专门编排沈姑娘的谣言。这真是沈家的招？千真万确。柳氏的原话是让那庶女在乡下待不下去，滚回沈家任她处置。张婶儿，你上回骂沈姑娘最凶，不会也拿了银子吧？我没拿银子，我是听他们说的。张婶儿，你家柱子的咳症是谁治的？你摸着良心说一句。沈姑娘，是我嘴碎，对不住。我也是听风就是雨，不该那么说您。姑娘，我家老娘的腿疾还得您给看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前头骂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？药铺照常开，往后有病来看，没病各自回家。阿福是你安排的？我说过，从根上断。柳氏的银票底单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。我说你伤口愈合的不错，别动。废物！30两银子撒出去，连一个庶女都收拾不了。夫人，那个男人不简单，底细查不到，手段极深。查不到，那就让查得到的人去办。夫人的意思是？他不是靠医术活命吗？那就断了他的医术，让他连药都摸不着。把这封信送到县衙，就说有人无照行医，害死人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宁侯府嫡子江俊凯与吏部尚书嫡女陈婉仪门当户对，特赐良缘，则即日订婚。钦此，臣领旨谢恩。陈家嫡女吏部尚书亲生，这桩婚事保侯府20年无忧。父亲，儿子能否什么？抗旨！儿子只是想再缓些时日。缓？圣旨在手，你跟我说缓？你父亲为这桩婚事在朝中周旋了3个月，你若敢说半个不字，便是拿全家性命开玩笑。你心里还惦记那个乡下女人？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若敢坏这桩婚事，我亲手把你逐出族谱。跪下！从今日起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订婚之日，你给我端端正正坐在堂上，听明白了？是。少爷，府里已经开始备聘礼了。赵安，属下在。他还在那个院子里吗？在。那个男人呢？也在。我当初要是开口说一句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走？少爷，
他等我一句话，就一句，我没给，我亲手把他推走的。订婚之前，我要见他一面。少爷，侯爷下了禁令，您出不了府。我说，我要见他。属下想办法。清河，我知道一切都晚，但我至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睡不着？习惯了，小时候在沈家，夜里睡不着就数房梁上的裂缝。为什么数裂缝？我娘死得早，柳氏把我挪到柴房隔壁住了3年。6岁那年，直接送到乡下，说是养病。这一养，10年没人来接。沈家就没一个人管你？管，我爹连我生辰是哪天都记不住。我不怨，怨也没用。我只想靠自己的手艺活着，谁也不求，谁也不靠。可偏偏越不求，越有人踩上来。我13岁上战场。13岁？家中出事，只剩我一个。活下来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杀得比别人快。所以你背上那些旧伤，每一道都是有人要我死。朝堂里的刀比战场上的还脏。你杀了那么多年，就没想过停？没有理由停。现在呢？现在有了。沈清河，我不会让你再被人欺，不是报恩，不是一时兴起。那是什么？你想听什么？等我有资格说的那天，我亲口告诉你。我的伤快好了。快好了，就是要走了。姑娘，他说伤快好了，是不是要走？他本就不属于这里。姑娘又说这种话，上回你也这么说江少爷。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姑娘说不一样，可她攥被角的手比上回还紧。好了，不用再换药了。今日我要走。今日？这么急？朝中的事拖不得了。伤好了就该走。沈清河。这是什么？我的东西，从今日起是你的。我不要你的报恩。不是报恩，持这块令牌，大境境内无人可动你。遇事亮牌，我的人会到。你的人？你到底……该知道的，日后你会知道。现在你只需记一件事。什么？拿着这块牌的人，是我楚子航的人。谁碰你，我拿命去收。3日的药量，早晚各一副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就这些？你要我说什么？一路顺风？也行。等我。我不等任何人。那我快些回来。姑娘，您方才说不等，可您站了好久。关门，该晒药了。主子，留2个人在村中，暗桩布在3里内。任何人靠近那座院子，先报我。属下领命。
沈姑娘那边需要她知晓吗？不需要。她过她的日子，你们做你们的事。被她发现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沈清河，你不必等，但我会回来。又来，连翘，把这捆白纸翻个面。青红，江公子，路认错了，侯府往北，不往南。我从府里翻墙出来的，父亲下了禁令，不许我出门。禁令都拦不住，怎么上回你娘一句话你就哑巴了？连翘姑娘，少爷他……别叫我姑娘，我听着膈应。清河，你看我一眼。要晒不好会发霉，比你的事要紧。少爷，3日后我要跟陈家的人订婚，圣旨赐的婚。恭喜！我不要那个婚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原谅我。江俊凯，你跪错人了，该跪的是你爹娘，不是我。那天你等我一句话我没说，是我懦弱，是我不配，但我现在说了。我愿意放弃婚约，放弃侯府。放弃？你放弃得了吗？圣旨你抗得了吗？你爹说逐出族土，你扛得住吗？你看，连翘替你答了。清寒，我知道晚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要是知道，就不该一次次的过来打扰我。那你心里还有我吗？哪怕一点。江俊凯，你听好。你沉默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关于你的东西全灭了。那我不走，我就跪在这儿，你什么时候肯见我，我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，院门外的地不是我的，你爱跪多久跪多久。姑娘，她真跪上了。关门，该煎药了。姑娘，她真跪了一整夜，嘴皮子全裂了，水也不肯喝。跪是她的事。姑娘，您就算不原谅她，好歹让她走，再跪下去传出去又是一堆闲话。把门打开。清河，你肯见我了。江俊凯，你跪够了没有？你说一句原谅我，我立刻起来。你要的是原谅，还是心安？我是真心悔过。悔什么？悔你沉默，悔你不敢开口。你心里清楚，你悔的不是对不起我，是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。你跪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让我好过，是为了让你自己好受。不是，清河。我是真的。那我问你，3日后陈家来人，你接不接那道旨？你看，你又不说话了。江俊凯，我最寒心的从来不是你母亲的轻视，是你明明有心，却亲手选择牺牲我，践踏我的尊严。清河，富贵前程你选了，愧疚后悔你该受。别再来我这里演深情戏码，我接不下也不想接。江少爷，姑娘的话说完了，您走吧。少爷，你心里有那个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住在你院里的男人。我心里有谁，与你无关。就算我心里没有任何人，也不会有你。回你的侯府，娶你的正妻，过你的日子。别来了。清寒，是我推走的。少爷，起来吧。他说的对，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。姑娘，他走了。把药楼收拾好，明日进山采药。姑娘，该断的，今天断干净了。姑娘说断干净了，可她按着那块令牌的手一直没松开。
侯夫人，我家姑娘不见客。让开，让开！跪好，睁眼看看，你为了什么东西丢了侯府的脸？母亲，这事与清河无关。闭嘴！圣旨赐婚你敢抗，翻墙出府你敢做，跪在一个庶女门前求原谅，侯府的脸面被你丢尽了。侯夫人，你儿子的事儿回你侯府交。这是我的院子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乡下庶女，先勾我儿子，又养野男人，你还有脸说这是你的地方？侯夫人，上回100两黄金买断你自己说的钱货两清，今日又来做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离我儿子远一点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，配给侯府提鞋都不够格。沈姑娘，识相些，别逼夫人动手。母亲，够了！按住他！今日你当着我儿的面，亲口说此生不再见江俊凯，否则我让你在这乡下也待不成。我早说过了，倒是侯夫人耳朵不好使，要我再说几遍。什么人？战神府暗卫，沈姑娘是我家主子的人。夫人，那是楚将军的英文令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？主子有令，再有人对沈姑娘出言不逊、寻衅滋事，战神府亲自登门。侯夫人，听清了，我是永宁侯府。区永宁侯府也敢在战神府面前妄言？走！沈姑娘，主子交代，往后不会再有人来扰您，属下告退。姑娘，那是楚公子的人。他说过，谁碰我，他拿命去守。沈姑娘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求您大人大量，别让战神府的人找我算账。姑娘，我也是猪油蒙了心，您饶了我吧。哟，上回谁说我家姑娘不守妇道来着？谁说要砸上门看病的人家？是我说的，我该死！现在知道该死了。我家姑娘给你儿子治病的时候，你怎么骂的？都起来。姑娘，您不怪我。我是大夫，治病救人是本分，不是用来记仇的。哎呀，姑娘，您就这么算了。连翘，记仇费精力，不如多捏2副药。就是前面那个院子，夫人说了，今日把他药篓砸了，药材烧了，让他连药都摸不着。顺哥，我听说那院子里有战神府的人。什么战神府？唬人的！一个乡下丫头哪来那么大的面子？走！战神府暗卫，再往前一步，3条命留下。啊！顺哥，撤！快撤！撤！沈姑娘，我公爹3日高热不退，镇上大夫说没救了，求您看看。姑娘，这是李家村的李老汉，走了10里路过来的。热毒入肺，痰瘀互结，再拖1日，人就没了。姑娘救命！起来，连翘，取银针，备麻黄、石膏、杏仁。活了，爹活了！3副药，1日2煎，7日后来复诊。姑娘是活菩萨，我回去就告诉全村人。姑娘，今日来看病的比上个月加起来都多。姑娘又看路，看天色，该煎药了。敢问沈姑娘在否？小人是清河镇陈府管家，奉我家老爷之命，特来求医。什么病？我家老太太胸闷气短3年，入夏便咳血，京城请了4位名医，皆说无力回天。姑娘，陈府是清河镇最大的乡绅，人带来了。老太太卧床不起，恳请姑娘移步陈府，朕今随姑娘开。走。
沈姑娘，家母全仰仗您了。老爷，他这么年轻，靠得住吗？安静。痰瘀阻肺，气阴两虚，久病入络。之前的大夫怎么开的方？补气养阴为主。方向反了，补得越狠，淤堵越重，该先破后补。可京城的大夫都说不能用猛药，我用针开路，药跟进，3日为期，治不好分文不取。出血了！这是淤血排水排出方子：麻黄3钱，桃仁离子4钱，水煎2个时辰1服。他喘得没那么厉了。第一步通了，明日复针，后日收尾。丫头，3年了，我头一回睡了整觉。沈姑娘，您是我陈家的恩人。姑娘，诊金您说个数。药材本钱，外加1两银子出诊费。这怎么够？治病是本分，不是买卖。传我的话出去，沈姑娘医术通神，我陈家老太太的命是她救的。谁再敢说沈姑娘半句不是，就是跟我陈家过不去。姑娘，今天来了3个村的人，排到巷子外头了。沈姑娘，我公爹好全了，隔壁村的人听说了都要来。一个一个来，急症先进。姑娘，您现在可是10里8乡的活招牌了。嘘，少说话，叫下一个。刘恒，你看这个。明州清河镇，沈氏女医，真药并用，3日治愈肺络痰瘀顽症，4位太医院出身的大夫都没治好的病，他3天治好了。会不会是夸大其词？查，把这个神医的底细给我查清楚。主子，本月第3批药材已送到沈姑娘院中，连翘收的货没让沈姑娘知道来路。她身边有没有变动？苏家族上月派的人被属下拦回，之后再没来过。永宁侯府也消停了。另外，清可镇陈府老太太的病，需3日治愈，10里8乡全传开了。将军，兵部催您明日入朝议事。知道了。将军，属下多嘴一句，您每月往乡下送的东西，府中账上都记着，日子长了，怕有人拿这事做文章。记着就记着，谁有意见，让他来找我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再备1箱上等药材，3日内送到。还有，太医院最近在查他的底细，盯住院判那边的动向。属下领命。你过得好，我便安心。碧云，我听说江公子奉旨赐婚之后，竟私自逃出侯府，可有此事？回小姐，确有此事。奴婢特意托人打探清楚了，那女子名叫沈清河，是明州沈家的庶女，如今在乡下开了间药铺。她与江公子曾有旧情，江公子心里至今还放不下她。一个乡下庶女，竟能牵动侯府与战神府，看来是我小瞧她了。婚期将近，这隐患必须提前肃清。周管事，去明州清河镇查清沈清河的底细。小姐吩咐，属下该如何行事？查清他住处人脉，还有他与战神府的关联，事无巨细，尽数汇报。小姐，不如顺势将他……不必心急，查清后设法约他一见。他若有战神府庇护，该如何？我尚书府亦有底气，3日内务必带回消息。是。若是他不肯退让，不知进退，便自有法子拿捏。主子，苏家派人南下明州了。何人所为？苏婉柔遣周林带人前去。哼，知晓了，她是江俊凯的未婚妻。
叮嘱众人，不准他们靠近清河镇沈姑娘住处。他们若执意滋事，先劝解，敢放肆，便直接拿下，遣返京城。属下遵命。沈清河批评，我说过的话，一个字都不会变。大夫，我吃了你上回开的药，吐了3天血，你是不是庸医？你什么时候来看过病？我这登记册上没你的名字。你记漏了，我花了2两银子抓的药，差点把命送了。乡亲们都听见了，这沈氏就是个庸医，害人性命还敢开门接诊。把手伸出来。什么？你说吐血3天，我验一验。手伸出来。脉象平稳，舌苔淡红无瘀。吐血3天的人，面色红润，中气十足。你搀他进来，左手扶腰，右手托肘。真正照顾病人的家属，托的是肩膀，不是肘。你们连戏都没排好。沈姑娘救了我公爹的命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跑来泼脏水！我确实吃坏了。张嘴！诸位看清楚，此人颊龈无溃，咽喉无肿，口腔无血痕。吐血3日的人，口腔不可能干净如新。他在说谎。跑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战神府暗卫，蓄意滋事，查。沈姑娘，请过目。写的什么？苏府周林领银办事。苏府？那不是……知道了。沈姑娘，这几人如何处置？送回去，告诉苏家小姐，下回要找我麻烦，亲自来，派几个连戏都演不好的人，没意思。是。散了。还看病的继续排队。姑娘，苏家是吏部尚书府，她是将军凯的未婚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下一个病人叫进来。主子，5分女子派人假扮病患，当众污蔑沈姑娘庸医害人，人已拿下，遣返京城。沈姑娘可有受惊？沈姑娘亲手揭穿，未受影响。备帖，明日我亲自拜访吏部尚书府。将军，为一个苏家小姐动用战神府的面子，是否她动我的人，我不需要理由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苏婉柔，你既然伸了手，就别怪我亲自来折。楚将军大驾光临，未曾远迎，恕罪恕罪。苏大人，我今日来不喝茶，说完就走。将军请讲。令千金派人南下明州，假扮病患，当众污蔑一名女医庸医害命。苏大人知道这事吗？婉柔，出来！楚将军，苏大人，苏家的手伸到我战神府的人头上，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他自作主张？将军，全女不懂事。不懂事3个字，擦不净泼出去的脏水。将军息怒，此事我确实不知。不知情，更该问问令千金。一个尚书府的小姐，遣人千里迢迢去乡下栽赃一个大夫，图什么？楚将军，婉柔只是听闻沈氏女医行医无凭，恐其害人，出于好意。好意？买通泼皮，编造吐血，当众泼脏水，这是你苏家的好意？苏大人，我把话说明白，沈清河是我楚子航的人，他的名声就是我战神府的脸面，谁泼的脏水，谁亲手擦干净。将军放心，我今日就3件事：第一，令千金闭门思过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出来；第二，苏大人亲笔写一封致歉信，送到明州清河镇沈姑娘手上；第三，没有第3次。告辞。跪下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招惹战神府！你想连累整个苏家吗？父亲，女儿只是……不必多言，即日起你闭门思过，不许外出。碧云，备纸笔，我亲自写信赔罪。是。再有分毫妄为，我便退了你这门亲事，送你入安堂反省。沈清河一个庶女，凭什么让战神府替她出头？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少爷，
楚将军亲赴尚书府为沈姑娘出头，苏婉柔被罚禁足，苏家还写了致歉信送往明州。竟是楚子舟亲自前去。没错，苏尚书丝毫不敢顶撞。我彻夜跪求，都难见他一面，他仅凭权势便能护他周全。他心中定然是有他的，换作是我，也会选择他。是我亲手将他推开，此生终究亏欠难还。少爷，您3天没出这间屋了。赵安，为了我杏儿，亲自去尚书府拍桌子，苏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少爷，我当初连一句话都不敢说，他等我开口，我哑巴了。楚子航呢？谁碰他，他拿命去收。12日后我就要娶一个派人去害清河的女人。赵安，你说可不可笑？少爷，侯爷说了，圣旨不可违。圣旨，侯府脸面，全天下的东西都比他重要，是不是？他现在过得好，10里8乡都找他看病，有战神府护着，没人敢欺负他。那少爷该放心才是。放心？他过得越好，我越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看看你什么样子，侯府嫡子跟个街边醉鬼有什么两样？母亲叫我来，有事说事。婚期将近，你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，传出去侯府的脸往哪儿搁？侯府的脸面不是早就被您丢干净了？上回您带人去清河院里撒泼，被战神府的人当场拦下，那时候您怎么不想着脸面？少爷，你再提那个女人一个字，我今日就把你腿打断。打断也行，反正这条腿也走不到他面前了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封锁少爷院门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许放他出府。夫人，赵安，你再帮他传一次消息，我把你卖去矿山。关得住我的人，关不住我的心。将军凯，你给我听清楚，12日后你穿上喜服拜堂成亲，做你的侯府世子。那个沈清河从今往后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死了这条心带下去，锁院门。赵安，我会成亲，圣旨抗不了，侯府我也丢不起。少爷是想通了？想通了。但沈清河这3个字，我带进棺材里。看病排队，不收加急。姑娘，在下并非来看病，我是明州府县丞刘平，奉知府大人之命，特来请沈姑娘。请去哪儿？什么事？沈姑娘，京城突发时疫，半月内染病者逾1000人，太医院人手不足，朝廷急召各地良医入京救灾，知府大人点名举荐了您。姑娘，京城什么疫症？高热、咳血，3日不退则亡。太医院现有方子压不住，死了47人了。几时出发？越快越好。知府备了马车，明日清晨可启程。姑娘，京城那地方，死人的事等不了。可那边全是……我是大夫，哪里有疫我去哪里，跟不跟？跟。姑娘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不必马车，我自备药箱，明早走。姑娘大意。姑娘，刘大人的马车您不坐，非要走路。坐官府的车进京，到了京城就是官府的人，我谁的人都不是。那咱到了京城住哪儿？先治病，再说住处。姑娘，京城里头江家在，苏家也在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去救人，不是去见人。那楚公子也……连翘，不说了。入城登记，何人？从何处来？入京何事？沈清河，明州清河镇，应召入京致意。沈清河，有知府举荐的女医，进去吧。
姑娘，京城比我想的冷清，疫症当前，热闹不起来。姑娘说来救人，不是来见人，可这京城里的人哪个不会撞上？你就是明州来的沈清河？太医院的方子用了12日压不住，你有把握？方子我看过了，清热解毒方向没错，但你们漏了一味，这一不是单纯热得，是湿日加瘀，必在肺络里出不来。你的意思是先通后清，不把瘀打开，灌再多气热药都是白费。脉象稳了。连敲，麻黄2钱，桃仁3间，四绿子4钱，金银额5钱，煎好送来。下一个。沈大夫，东边棚子里又抬进来6个重症。带路。姑娘，您从昨夜到现在没合过眼。人命要紧，走。将军，兵部令您督办灾区防控，东西2区均需巡查。东边情况如何？东棚重症最多，太医院的人昨日撤了一半，说人手不够，今早调了一批各地来的大夫顶上。将军，瘦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督办疫情，你呢？治病。站后面。我是大夫，不能站后面。那我站你旁边。楚将军，这位沈大夫的医嘱照办，他说什么方子，太医院全力配合。是。姑娘说来救人，不是来见人。可她接过帕子的那只手，到现在还在抖。少爷，前面就是东棚重灾区，侯府送的药材从这边入库。把昨天都作废。少爷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他在笑。我想爱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后那几个月，我没见他笑过。如果我从别去担，明明你就是爱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。少爷，别看了，我连让他笑都做不到。他站在那儿，他就笑了。赵安，你看见了吗？谁靠近他，他挡；谁碰他，他拦。他连风都不让吹到他脸上。我呢？他被我母亲欺辱时，我沉默不语，是我把他推到他面前的，怪不了任何人。小姐，那是江公子。江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侯府安排送药材，我顺路过来。倒是江公子在这看什么？
楚将军对他倒是体贴。他值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值得，他比你我都干净。江公子，江公子，我家小姐是您的未婚妻。我知道，我会娶她，这是圣旨。但你问我在看什么，我不想骗你。一个庶女，让战神府的人替她挡风，让我未婚夫当着我的面说她干净。苏小姐深夜找我，可有要事？柳夫人，你想不想除掉沈清寒？我何尝不想？他有战神府护着，我上次派人动手，连清河镇都进不去。单凭你一人，根本动不了他。莫非苏小姐有妙计？她如今在京城疫区治疫，暗卫重心都在防控疫情，个人守卫最是松懈。你想趁此时之动手？不急着硬碰硬。对付大夫，最狠的便是毁他医术，断他名声。你是想让他治死人？柳夫人一点就通，疫区本就死伤不断，多死2人只会算在他头上，查无凭据，何来怪罪？我该怎么做？3日之内，我送周密方案给你，你只需在疫区安插一个心腹，听我指令行事即可。好，这根眼中钉，我早就想拔除了。沈清河，你能救天下众人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救你自己。沈大夫，丁浩床那位老汉的方子提利子用了4000，他痰瘀重，4000打底，配1米硬化湿，不会过猛。行，我再去盯一轮。小陈，丁浩床那碗送了没？这就送。死了！我爹死了！不对，他上午脉象已趋平稳，不该突然恶化。就是你开的药，你害死我爹的！怎么回事？大家都看见了，他的药毒死人了，庸医杀人犯！之前就听说他是乡下来的野大夫。我娘也在吃他的药。你胡说！我家姑娘的方子太医院核过的，核过又怎样？人死了，白纸黑字的方子在这儿，人死在你们面前。都退后，退后！这药被人动过，你杀了人还敢狡辩？沈清河，丁浩床病患服你所开药方后暴毙，家属当场指证，你有何话说？药方没有问题，那碗药被人换过。哼，证据呢？残药气味不对，我开的方子里没有巴豆和砒霜的底味，有人在药丸里加了东西。你自己开的药，自己说没问题，谁信？大人，他害死了我爹，求大人为民做主。乡下来的野大夫，连行医文卷都没有吧？赶他出京城！院判大人，沈大夫入棚以来治愈37名重症，此事是否该先查验？人命关天，还望院判大人先查验再定罪呀！人命关天，查验归查验，在真相查清之沈清河即刻停诊，逐出灾区，行医资格暂扣待审。你们凭什么？哼，凭太医院的权柄。带下去。放手。周正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没查清真相就定罪？楚将军，太医院依律行事。依律？一碗被人动了手脚的药，你不查下毒的人，先办治病的大夫。沈清河入灾区以来，活人37条，今日有人要用1条人命毁他，我楚子成把话撂在这儿，查到底，谁下的毒，谁指使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在真相出来之前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跟我战神府交代。昨日有人说沈清河药方害命，
今日我把真相摆在这儿，待证物。第一，残药，太医院验过，药碗中含巴豆砒霜，沈清河的方子里没有这2味。周正，你自己验的对不对？确已验明，方中无此2物。第二，下毒之日，说谁指使你的？是柳夫人。柳夫人给了小人20两银子，让小人趁人不备往药碗里加料。柳夫人，我也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柳夫人是谁？永宁侯府沈清河生母的正室。第三，这封信是从柳氏住处搜出，写信之人是吏部尚书之女苏婉柔。信中写明，趁爱区混乱下手，毁其名声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时。你爹确实死了，但害死他的不是沈清河，是往药里加毒的人。你被人利用，跪在这儿哭错了方向。我不知道，那天有人找到我，给了我银子让我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将军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此案已明。沈清河入灾区12日，活人37条，有人花银子买命害，你们跟着喊庸医。今天真相在这儿，看清楚了没有？沈姑娘，是我们糊涂。沈大夫，对不住。起来，你们不欠我，被骗不是你们的错。姑娘，周院判，我的停诊令解了吗？解，即刻恢复沈大夫行医资格。东鹏还有11个重症没看完，走了。将军，苏家和柳氏那边，柳氏收押，移交府衙。苏婉柔的事，我亲自递折子进宫。12日治愈37名重症患者，太医院束手无策的症状，他一个民间女医压住了。回陛下，周院长已亲口证实。传旨，疫情平定之日，宣沈清河入宫觐见。朕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子。遵旨。哼哼，楚子航这小子护人护得倒紧，有意思。沈大夫，东鹏所有重症病患全部治愈清零。您入棚21日，治愈重症63人，轻症过百，记录无一差错。姑娘，无妨，只是腿麻。我自己来便可。你3日未合眼，不必逞强。沈大夫，宫中传旨，圣上宣您明日辰时入宫觐见。知晓了。明日我送你进宫。我自己可以。我已定了，无需推辞。你家姑娘向来嘴硬心软，从无软言。可姑娘从不许旁人碰的药香，唯独愿意交给楚公子。抬头，沈清河，明州庶女，无官无阶，可是？回陛下，属实。太医院束手无策的时温，你21日力挽狂澜，治愈人数可对，臣亲自核验，数目分毫不差。你无师承文牒，医术却远超太医，师从何人？回陛下，外祖母启蒙食药，后自学医书，乡间行医数载，万千病患皆是无师。好一个病患及师傅！王德，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清河治医有功，活人无数，赐重金绸缎，册封民间御医，亲赐御医令牌，可天下自由行医。
凡权贵敢仗势欺压者，以抗旨论处。钦此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楚子航，臣在。你折子里说沈清河是你战神府的人，朕问你，他是何人？是臣想护一辈子的人。知晓了。退朝。少爷，沈姑娘出来了。御封令牌，圣上亲赐。从前她在侯府，连正门都不配踏足。如今她走出皇宫正门，天下权贵皆不敢轻辱。当初她卑微求我带她走，我怯懦退缩。如今她凭自己站到了我永远够不到的高度。沈清河，你终于无人可欺，可亲手将你推入深渊的人是我。姑娘，门外停了3辆马车，打的是沈家旗号。不见，领头的是沈老爷，您亲爹。我倒要听听他有什么话好说。荷儿，爹来看你了。沈大人，你认错人了。爹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但你如今被圣上亲封为御医，赐下了那块能免死金牌的令牌，光宗耀祖，爹心里高兴。我光的是哪个宗，要的是哪个祖。6岁被扔到乡下那天，沈家族谱上我的名字就被租腕划掉了。沈大人是忘了，还是以为我忘了？清河，都是我的错。这些年我糊涂，对你不好，我给你赔罪。站住！你跪我，我受不起。你上个月花30两银子买人传谣，花20两买人往药里下毒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柳氏，你跪的不是我，你跪的是战神府和御医令牌。清河，过去的事，爹替你母亲向你赔不是，但你身上流的是沈家的血，这改不了。沈大人，我6岁被送走那天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乡下断粮断药那年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朝中事忙，派人砸我药铺，采我草药，你管过没有？沈大人，你不是我爹，你是看见御医令牌才想起自己有个女儿的人。清河，沈家如今愿意把你的名字重新写为族谱，你的嫡入身份，爹可以替你改。改？我沈清河靠自己的手从阎王爷那里抢回63条命，皇上亲口封的御医，我用你沈家给我改身份？东西带回去。从今日起，我与沈家无关。沈大人，柳夫人，门在这儿。往后沈家的人再踏进这大门，我拿御医令派递折子进宫，你们掂量着办。姑娘，喝口水。连翘，我从6岁起就想跟他们说这些话，今天说完了，痛快吗？不痛快，但该断的断了就不疼了。喜服送来了，站起来试。还有3天，急什么？3天后你就是苏家女婿，满京城的人都看着，你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母亲，满京城的人也在看沈清河，皇上亲封的御医，战神府的人。您当初踩在脚底下的那个庶女，如今您见了她得行礼，您高兴吗？你再提她一个字！喜服我是，婚我成，但母亲别指望我笑得出来。刘嬷嬷，婚后把她院里所有跟那女人有关的东西烧干净。是，
我不闹事儿，只求见他一面。江公子，我家姑娘不见客。连翘，求你通报一声，就一句话，说完我走。有话说。清河，江公子，今天我来，不求你原谅，不求你回头，我只求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做什么都行，端药、扫地、守门，什么都行。起来。清河，我知道我没资格，但我说起来。永宁侯府的人出现在这里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他说话，他的时间不该浪费在你身上。我自己说，如今你跪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你心里有我，是因为你看见我站起来，你受不了自己当初的选择。清河，你不配，你不配留在我身边。连翘能做的事，你做不了，因为他从未离开过我。你不配，比他当初被逐出侯府时所受的一切加起来都重，因为他说的对。清河，江公子，昨天的话姑娘说的还不够清楚，请你自重。清河，最后一次，我后天就成亲了，此生再没有机会站在你面前，让我把话说完。我赶着去义诊。清河，我错了，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江俊凯，我给过你机会。青青，哪怕你恨我，哪怕你骂我都行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你就是陌生人。清河，我对你的心。江俊凯，我把话跟你说清楚，当初你弃我如敝纸，今日我风光了，你来跪来求来堵路，太廉价了。我不是因为你风光才来，是因为你看见站在我身边，你受不了。你跪下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心里那口气。你选了门第荣华，就该承受余生遗憾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与我无关。清河，我这辈子……江俊凯，你往后好好过日子，别来了。少爷，少爷起来！谁惹你了？没人惹我。手在抖。风大。风大，那站我这边。不想说就不说，走，我送你去义诊。楚子郎。谢谢你每次都在。姑娘，今日义诊收了42个病人，您该歇了。针包里少了2根银针，你去药箱里找找。还不回去？你怎么来了？林副将说你在河边边坐了半个时辰没动。我在数针。你在想事情？江俊凯明天成亲。你想去？不想，只是觉得什么都过去了。过去了就别回头。你紧张了？我不紧张。你坐下来到现在，手攥了3次拳头。不给我。沈清河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我16岁上战场，杀过的人记不清数目。朝堂上那些人，谁真谁假，我一眼能看穿。
我这辈子不怕刀枪，不怕算计，不怕死。所以呢？怕你。在清河镇第一次见你，你跪在泥里给一个快死的老头施针，满手是血，头都没抬。我当时想，这人胆子比我大。后来你被人陷害，被人追杀，被人泼脏水，你一次都没求过我，每次都是你自己扛，我只能站在旁边干看着。你没有干看着，每次你都不够。沈清河，我想站在你旁边，并肩护你一辈子。我楚子航此生只说这一次，我心里的人是你。楚子航，我被人丢过，骗过，踩在脚底下过，我不信任何人的话，但你说的每一句，你都做到了。从义区到朝堂，从风沙到刀口，你替我挡的那些，我都记着。那你的答案呢？你要的答案，在这儿。别出声！我没出声，我就是替姑娘高兴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动你，我灭他满门。你就不能说点正常的？我说的就是正常的。少爷，该出关了。今日满京城的人都盯着侯府，你给我把脸上的死相收一收。母亲放心，该演的戏我不会少一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儿子今日一定让侯府体面。少爷，花轿已经到苏府了。赵安在，他今天在做什么？少爷，别问了，走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小姐，人多，先走。恭喜公子，奴婢先退下。夫君，该揭盖头了。夫君，夫君，你先歇着。将军凯，你看着我，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连看我一眼都不肯。我看了。你看的不是我，你看的是窗外，你在想他。今夜我去书房，你早些睡。小姐，公子他新婚之夜，他连盖头都不愿替我揭。小姐，沈清河，又是沈清河。少爷，午饭还没动，这已经第3天了。放下，出去。将军凯，成亲3日，你没踏进新房一步。你缺什么？让赵安去办。我缺的是你这个丈夫，满京城都在看侯府的笑话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就让他们看。你心里装着的那个人，他如今跟楚子郎在一起，你守着一个不可能的人，你就是个贱货。你不仅要糟践你自己，你还要拉着我一起糟践。你说的对，他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但那是我亲手推开的，我没资格怨谁。所以你就拿我陪葬？苏婉柔，这桩婚是圣旨赐的，我认。但你别指望我装出恩爱的样子哄你，我做不到。小姐，3天，他连碰都没碰过我。
听说他又整夜没回房。母亲，儿媳无能。不是你无能，是他犯了魔怔。母亲，他魔怔的根源是沈清河。从前他只是欣赏沈清河的才学，如今他是被迷了心窍。那个女人如今有御医令牌傍身，战神府撑腰，你不许再动歪心思。上次的事差点把侯府拖下水。母亲放心，儿媳不会牵连侯府。苏婉柔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你若再惹出事端，侯府保不了你。儿媳记住了。当初我若不逼走那个庶女，我儿何至于此？小姐，侯夫人说的对，三难宫一如今动不得。动不得！他毁了我的婚事，占了我未婚夫的心。如今我嫁进来受活寡，他在外面跟楚子言双宿双飞。你告诉我，凭什么动不得？可上次的事，将军查到了信。上次是柳世蠢留了把柄，这次我不经任何人的手。他是大夫，天底下最怕的不是死人，是治不了的病。小姐的意思是？碧云，替我查一件事。楚子航旧年征战落下的暗伤在哪里？小姐，您要对楚将军动手？我不动他的命，我只要让沈清河亲眼看着自己最在乎的人一点点被病痛折磨，而他束手无策。沈清河，你抢走了所有人的心，我就毁掉你最珍视的那一刻。小周，今早那批黄芪验过没有？验了，刘大夫，成色都好。姑娘，张家嫂子的方子配好了。等一下，这批气心谁入的库？是我昨晚收的货，张记药行送来的。张记药行的西参，切面发白，气味辛烈；这批切面翻黄，味道发闷。连翘，把今早所有含西参的方子全部扣下，一副都不许出门。是。这不是四心，掺了杜衡。四心配半夏没事，杜衡配半夏，催吐伤胃，重则脱水昏厥。小周，这批药谁让你换的？没人，就是张记送错了。张记药行跟我合作3年，从没送过杜江。你昨晚值夜，药库只有你一个人。再说一遍，谁让你换的？沈大夫，有人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把金氏换成杜春。谁？一个婆子，说是替主家办事，没说名字。但她腰上挂的荷包，绣的是侯府纹样。侯府50两银子，换我医馆里几条人命。小周，你跟了我3个月，我教你认药，教你配方，你拿病人的命去卖。沈大夫，我错了，我家里欠债，那婆子说不会出人命，只是让人拉几天肚子。杜河配半夏，老人孩子吃下去就是一条命。他告诉你不会出人命，你信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侯府的人买通学徒，换了我的药材。要是今天我没查出来，明天就有病人出事，后天满京城都会说我沈清河是庸医。侯府的人，荷包纹样对得上。去查，3天内，经手的婆子银子从哪儿出的，谁递的话，全给我摸清楚。是。连秋，小周的口供让李红写下来，按手印儿，掺假药材原样封存，一片都不许动。这次要告官？不告官，告官太慢，我要让动手的人自己站到台面上来。怎么做？他想毁我名声，我就把名声做得更大。
明日起，医馆一诊3天，所有药材当众验查，让全京城的人看着我怎么行医。他越想让我倒，我越要站得稳。等证据齐了，我亲自送到他面前。将军，查清了，银子从永宁侯府内账房支出，经手婆子是苏婉柔的陪嫁。证据齐了。经手婆子已供认，指使之人，永宁侯府少夫人苏婉柔。苏家的女儿，吏部尚书家的。是啊，是啊。银子走的侯府内账，婆子是苏氏陪嫁，口供画押俱全。我不告官，证据摆在这儿，诸位看清楚就行。往后谁再动我的药，动我的病人，我沈清河接着。母亲看看，外面在传什么？苏婉柔买通学徒往沈清河药材里掺毒，人证物证当街公开，满京城都知道了。母亲，您当初选的好儿媳。你去哪儿？去问我的妻子，她还打算害几条人命。夫君，坐下。掺药的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陪嫁的婆子已经招了，银子从你手里出的。苏婉柔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可知错？上次玉躯下毒写信的是你，这次掺药动手的还是你。你到底要害他到什么时候？他抢走了所有人，你的信出自行的人，皇上的恩宠，凭什么他什么都有？他什么都没抢，是你自己一步步把自己逼成了这副模样。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全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我是你的妻子。从今天起，你是侯府的少夫人，但不是我的妻子。这个家你住着，我的事你别再管。他说不是他的妻子，这是沈清寒的东西，你竟敢藏在我们婚房里！还给我！成婚半日，你夜夜抱着他的旧物出神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放下东西！我不放！你今天必须说清楚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没有，从头到尾从未有过。你再说一遍！这场婚事是圣旨，是家族颜面，我只能认。但我不会骗你，我心里没有你。那你为何要娶我？我当年没得选。我出身、容貌、嫁妆，样样胜过他。她一个卑微庶女，凭什么占着你的心？你什么都比他好，可我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他求我带他走时，我退缩了。江俊凯，你一定会后悔今日这番话。我这辈子后悔的事太多，不差这一件。夫人，少与少夫人卧房大吵，全院下人悉数听闻。少爷之见，少爷直言，心中从未有过少夫人，还说后悔当初未带走沈姑娘。夫人，这话若是传扬出去，侯府颜面尽失，院内丫鬟仆妇众多，早已瞒不住了。
当年沈清河是我嫌她庶女出身，配不上侯府门楣，狠心将她赶走。如今她是圣上亲封御医，是战神府护着的人，是我亲手把我儿子推进这桩无爱的死婚里，让他终生抱憾。今夜所有当值丫鬟尽数发往庄子，能否压住流言，尽人事即可。夫人，京城传遍了，江少爷当众悔婚，侯府颜面扫地。沈家攀不上，侯府也靠不住了。夫人打算如何行事？他的医术秘逼可值千金，御医令牌我拿不到，但他的药方针法我必须拿到手。可他身边有战神府暗卫值守，无从下手。去查清他医馆药库的门锁、执业人数、换班时辰，伺机而动。姑娘，亥时已过，他们真的会来。王顺连蹲3日，专卡我们换班时辰，必然会来。沈大夫，我已备好空白册子，真本可转移至战神府保管。不必换，留真本在此。姑娘，唯有攥住实打实的赃物，他才无从抵赖。灭灯，全员晋升，静待来人。夫人，学徒已换班离去，药库无灯火，后院仅有1名暗卫值守前院，后门空虚。走后门，速取速退。属下进去即可，您在外等候吧。你分不清药方品类，我亲自去拿。找到了，沈家祖传针铺与秘药方，拿够了。你早有埋伏。亥时撬锁入室，摸黑偷盗医方。你是来看我，还是来偷东西？针谱、杂方秘录，赃物齐全，一本不少。这些本就是沈家东西，我是你继母，拿回自家物件，天经地义。我早已被沈家除名，族谱无名。我娘遗留的心血，与沈家毫无干系。你身上流着沈家的血，不必狡辩。刘恒，即刻报官。是。撬锁入室，盗取御医亲录医方，人赃并获，依法论处。你要送我坐牢，我是你长辈。你不是我继母，你只是入室行窃的贼。沈清河，你会毁了你爹的仕途。沈家荣辱与我无关，我只护好我的心血，我的病患。连翘，整理文书，将今夜偷盗市墨、赃物清单，明日张贴医馆门前，公示于人，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柳氏和沈家的德行。是。柳氏，柳氏，撬锁入室，盗取御医亲录医方，人赃并获，你可认罪？柳氏，大人，这些方子沈家祖传，名妇是沈家主母，名妇是沈家主母，何来偷盗？大人，侧手有家母手记，我幼年批注，
我早已被沈家除名，与他无半点干系。他私闯私盗，当庭狡辩，一方关乎人命，你恶行累累，不知悔改，判杖100，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返京。清河，清河，我是你继母，你怎能赶尽杀绝？啊！你打骂我，克扣我，赶我出府，派人杀我，偷我心血，今日下场，皆是你自取。我好歹养过你，你不配。作恶多年，今日终得报应。审余皆止，治家不严，纵妻行妾，败坏官风，革去尚书之职，降为主干事，罚俸3年。钦此。臣领旨。老爷，一朝贬官，皆是我咎由自取。当年我纵容柳氏，伤他气他，如今报应临头。清河，你真不肯叫我一声爹？我幼时高烧濒死，连翘跪求于你，你置之不理。我母离世，我被驱逐，我遭追杀，你次次缺席。沈大人，太晚了，爹知错了。沈大人，不必再纠缠。好自为之。老爷，他没回头。当年的我也从未回头。姑娘，您还好吧？没事。你手在抖。不是难过，是轻松。压了我10几年的枷锁，终于卸下了。从今往后，再无沈家庶女，只有沈清河。往前走，我一直都在。今日求见，所谓何事？臣恳请陛下赐婚。你拒绝世家联姻，今日主动求娶，何人？何人？沈清河。他无家世仪仗，你不惧朝野非议，自降门第。臣的功名取自沙场，无需门第衬身。沈清河济世救人，品性高洁，足以配臣。哦，那纳妾一事，你作何打算？臣此生唯娶沈清河一人，不纳二色，那二色别无他人。好，李德全，你旨赐楚子航、沈清河大婚，则即日完婚，按正妻最高礼制规制操办。谢陛下。护好他，往后苍生求医，还需他处理。是。沈姑娘，将军令您即刻出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御医沈清河品行端方，济世有功，特赐婚战神楚子劳为正妻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你何时求的旨？为何不提前告知？今早求旨，怕你顾虑太多，执意阻拦。门第悬殊，世人定会非议。我娶妻，唯凭心悦，无需世人认可。少爷，全城皆知，圣上亲赐正妻婚典。他昔日卑微求我，我置之不理。如今
旁人给了他我这辈子都给不起的圆满，那是我这辈子都给不了的。将他所有物件尽数收好，府中从此不许再提他名讳。你终得安稳圆满，唯我余生只剩无尽悔恨。少爷，战神府的帖子，管家问回不回？正妻，最高礼制，满朝文武官礼。少爷，你还记得当年我给他的是什么吗？100两黄金，妾位。我给他的是100两黄金和一个妾位。如今楚子航给他的圣旨赐婚正妻之尊，举国同贺。赵安，你说我当年是不是瞎了？少爷，事已至此。事已至此？他当初要的不过是一个名分，一句我带你走，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。少爷，我怕母亲反对，怕门第不和，怕旁人耻笑，我怕了一辈子，怕到把他推进泥里。回帖上写，永宁侯府恭贺，不出席。是。我没脸去。你看到帖子了？看了。正妻最高礼制，亲赐。母亲现在知道您当年赶走的是什么人了。当年我说庶女出身，配不上侯府门楣。如今她是御医，是战神正妻，是满京城最尊贵的女子。母亲，配不上的人是我。够了！母亲不想听，但这是事实。您毁了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我当年是为了侯府。侯府如今如何？父亲不管事。我娶了个满心算计的妻子，满城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这就是您要的侯府体面？是我的错，是我亲手把你们拆散的。晚了，什么都晚了。刘嬷嬷，你说，若当年我点了头，今日这帖子上写的，会不会是我侯府的喜事？夫人，没有若当年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，不是嫌他出身低，是没看出来真正配不上他的是我们侯府。小姐，该梳洗了，梳给谁看？少夫人，夫人吩咐，从今日起，您不必再去正堂请安。什么意思？夫人原话，他的脸，侯府丢不起第二次了。往后少夫人安心待在院中，不必出门。他禁我的足？夫人说，不是禁足，是保全。外面的人提起侯府少夫人，没有一句好话。您不出去，旁人便骂不到您脸上。我出身名门，嫁入侯府，如今连这间屋子都出不去。小姐，是我自己走到这一步的。这就是偷玉姬药方那个沈家继母，害了亲生女儿10几年，活该！走，3000里路还早着呢。清河，我错了。早干嘛去了？走。将军，聘礼清单、婚姻流程、宴席名录全在这儿了。聘金翻倍。将军，这已经是京城最高的数了。他值得最好的，翻倍。你把整个战神府搬空了。不够，明天再添。楚子郎，婚事从简就好，不必。你受过的委屈，我一件件还。从前没人给你的体面，我全部补上。这场婚事，我要让天下人都看见，沈清河值得世间最好的一切。天爷，
128台，连公主出嫁都没这排场。战神府迎亲，满城迎亲，满城戒严，这是要把整座京城当聘礼送出去。将军，礼部来人说，这规格已超亲王纳妃。他配。前方就到驿馆了。传令，鼓乐再起，我要让这条街上每个人都听见。本市清源10里红妆128台，圣上亲赐，举国同贺。姑娘，外头古玉响了，他来接你了。连翘，10年前我穿着破棉袄被赶出沈家大门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那天下大雪，姑娘连双厚鞋都没有。今天这身凤冠比那时候重多了。沈大夫，战神到门口了，全京城的人都在外面等着呢。姑娘，从今往后再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从今天起，天底下没有人能让你低头。楚子航，你给的太多了。不够，欠你的，我用一辈子还。起轿，回府。这辈子没见过这等排场，沈大夫值得。当年沈家赶出去的庶女，如今是战神正妻，活该沈家肠子悔青。少爷，别看了，128台，赵安，我当年给他的是什么？妾位。他坐在里面，离我3丈远，可我这辈子再也够不到他了。走吧，回府。少爷，赵安，别让任何人看见我今天出过门。